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哥哥打来电话，小妹，你那个男朋友笔试成绩过了，面试应该也不成问题。原本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的我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猛地坐起身来，内心激动得几乎要欢呼出声。我交往了4年的男朋友张大山，在经历3次考研的挫折后，终于以骄人的笔试成绩脱颖而出，进入了面试环节。就在我兴致勃勃地想要预定一家高档餐厅来好好庆祝一番时，张大山的电话不期而至：周周，我们分手吧，我和你的室友李小玲才是真心相爱的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便传来了忙音，我愣在原地，脑海中的思绪乱成一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竟然被自己的室友和男朋友同时背叛了。一时间，我感觉头顶仿佛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原在迎风招展，愤怒与屈辱交织在一起。我忍不住在心中痛骂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。说起张大山，他是比我高2届的学长，当初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，整整1个月后才打动了我。在一起的日子里，他对我确实挺好的，无论大小事情都把我放在第一位。他是从农村一步步考上来的，一直都非常努力。毕业后，他没有选择就业，而是专心备考公务员。我全力支持他，无论是金钱还是学业上，都竭尽所能地帮助他。他没有住处，我瞒着家人把自己的豪华公寓低价租给他住。他生活费紧张，我省吃俭用把副卡给了他。他找不到复习资料，我厚着脸皮求哥哥帮忙找第一手材料。可如今，我究竟得到了什么？一顶绿油油的帽子而已。我苦笑着拨通了闺蜜的电话：狗剩子，我失恋了。季英雪听完我的话后，大笑5分钟，才停下来说：我早就说过，那个张大山不是好人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吃苦头了吧？在西餐厅里，我狠狠地切割着盘中的牛排，仿佛要将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块肉上。对面的季英雪则是一脸淡定地吃着沙拉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儿吗？就在我满腔愤怒想要倾诉被甩的过程时，李小玲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她旁边站着的正是张大山。周玉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张大山看起来有些尴尬和诧异，似乎没有料到会在这里碰到我。我曾以为再次见到张大山时，我会愤怒地给他一耳光，但此时此刻，我却出奇的冷静。我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眼神，只是自顾自地低头优雅地进食。张大山摸了摸鼻子，想要离开，反而是李小玲主动走上前来挑衅：周玉，你听说了吗？大山考上了咱们市的公务员，真是人中龙凤啊！日后谁要是嫁给他，那可真是有福气了。李小玲说着，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面对这种程度的挑衅，我再保持沉默就显得有些懦弱了。于是我勾起嘴角，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，回应道：是吗？那可真是要恭喜你们了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公务员的面试和政审可是非常严格的哦。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，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满为好。张大山脸色一变，整个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随后拉起李小玲的手就要离开，奈何李小玲可不会放过这么好一个嘲讽我的机会。大山，你不用怕，我们2个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的，相信周周会祝福我们的，对吧？还不等我开口，季英雪按捺不住了，直接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，抢了自己室友的男朋友，
还好意思在这里求祝福？他的声音不算太大，但是整间餐厅的人都能听到。顿时，周围响起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。李小玲气急败坏，也顾不得伪装，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就凭你，怎么能够配得上我大山哥？还好意思强揪着他不放，不就是看上了他公务员的身份吗？你也不看看自己，浑身上下哪点能拿得出手？大山哥帅气又多金，现在还考上了公务员，你就羡慕死去吧！李小玲尖锐刺耳的声音吵得我一阵心烦，我冷不丁握着她指向我的手，微微向后一掰，一字一顿道：考上公务员很厉害吗？你拿他当宝，不代表所有人都看得上他。姐不在乎。说罢，直接将他推倒在地，继续优雅地坐下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张大山，也不知是出于心虚还是什么，他眼神有些躲闪，将呼痛的李小玲扶起，就走进了一间包房。烦人的苍蝇走了，只剩下我与季英雪二人。他不由得向我竖起大拇指：宝子，你刚刚真帅。我轻轻地撩了一下头发，道：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不过我也不能让就这么白白让人戴了绿帽子。帅气多金。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眼中闪过了一抹金光，拿出电话打给了银行。喂，我有一张卡需要挂失，1个小时后。张大山要结账的时候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拿出了我给他的那一张卡。不好意思先生，你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。此话一出，就算隔着好几米远，我也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笑顿时僵住了。包房内为他庆祝的众人纷纷起哄：兄弟，公务员都上岸了，连这点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吗？我心中不由得冷笑，他出身贫寒，就连大学都是靠着助学金才勉强毕业。如若不是我在暗中帮助，恐怕现在的他早就被饿死街头了。看着他愣在那里，众人起哄的声越来越大，就连李小玲也有些焦急。张大山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随后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在手机上统估了片刻，随后出示了付款码。我轻轻一笑，若是没猜错的话，他这顿饭怕是要花费上万了。也不知道一穷二白的他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，不过这根本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。我脸上带着笑意，拉着季英雪离开了。宝子，你真的一点也不难过了？季英雪看向我，有些疑惑地问道。放心，每个人都要经历几个渣男，我可不会为了他哭天抢地。晚上，我告别了季英雪，就独自一人往学校走去。刚到宿舍门口，我就听到李小玲的声音：看周周平时一副大小姐的姿态，还不是让大山哥甩了？我跟你们说，大山现在考上公务员了，家里还有钱有势，日后前途璀璨光明。我去过他的家里，还见了他的母亲，那才是富人的。我不由得冷冷一笑，没想到这个张大山在背后竟然还装得有模有样。只我推开宿舍门，顿时他们都安静下来，全都定定地看向我。寝室其他的2个人见我回来，都显得有几分局促不安，纷纷回到自己的位置。唯有李小玲一脸得意洋洋地看向我，手中还抓着一个蓝宝石项链。周周，这个是大山哥送给我的1周年纪念礼物，你看怎么样？呵呵，1周年，原来我被这对贱人足足戴了1年的绿帽子。不对，那个项链怎么与我梳妆盒里那只一模一样？我慢慢抬起头，眼睛锁定在李小玲的手上，越看越眼熟，心中的猜想就愈加确定，我绝对不会认错。那是我爸爸送给我18岁的生日礼物，货真价实的蓝宝石。看来
这张大山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！出租屋里面的东西还真当就是自己的了，说送出去就送出去，当真是不要脸至极。周周啊，恐怕你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项链吧？不如我借给你戴2天吧。李小玲还在自顾自地炫耀着，我阴沉着脸，将那条项链从她手中拿了过来，轻轻拂过上面的划痕，不由得一阵心疼。这可都是货真价实的钱啊！你做什么？李小玲尖叫一声，就想要将项链从我的手上抢过来，尖锐的指甲直直地朝着我的脸上袭来，眼中还隐隐带着几分阴狠。我一个转身闪到一边，借力踹了他一脚，顿时李小玲摔了个狗啃泥，整个人狼狈不堪地站了起来，语气愤愤不平：你凭什么抢我的项链？你最好还是问问那个大山哥，这东西究竟是不是他的。我留下一句话，转身离开了。这个寝室不住也罢，想必今晚李小玲是不会消停了。我前脚刚走，后面的门里就传来了一阵哭嚎声。回到我的小公寓内，我不禁思考这扯淡的人生。张大山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，住我的，一招考功上岸，给我踹了。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就连他和他妈住的房子都是我名下的不动产。当然，为了他那可笑的自尊心，我是瞒着他的。当初他一穷二白的住进去，不久又接来了他乡下的母亲，都是我一手操办，才让他们住得舒舒服服。就当我思索之际，张大山打来电话，开口就是质问：我送给小玲的项链是不是你拿走的？还有，你凭什么停了我的卡？我不等他说完，直接翻了个白眼，挂断了电话。很快，我的微信上又收到了消息：周周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啊！你把我卡停了的事情，我就不与你追究了。只不过那项链是我家的传家宝，实在贵重至极，你明天还是还回来吧。我看着他一条条发过来的消息，更加想扇自己一个大逼兜。周周，你当初是瞎了吗？为啥能看上这么个玩意儿？我收拾好心情，美美的敷了个面膜，上床睡觉了。新时代独立女大学生，绝不为爱流泪，分手就分手，下一个更好。次日一早，我就被季英雪的夺命连环 call 吵醒。周周，你快看表白墙，李小玲把你挂上去了。顿时，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，所有的瞌睡烟消云散。我点开季英雪发来的截图，上面赫然是我的照片，并附有一篇小作文：中文系学生周周抢走我男朋友送的项链，还大言不惭要抢我的男朋友，插足我的感情。我快速地浏览了一下正文以及评论区，铺天盖地都是骂我的声音，就连与我交好的几人为我说话，也都被李小玲的舆论压下去了。顿时，我成为了学校论坛上喊打喊骂的存在。我去，这么大的蓝宝石，这得值个几万块吧？这种人就是嫉妒，看不得别人比他好。我就是他的同班同学，他一直在外装高冷人设，没想到背地里却是如此。报警！强盗滚出学校，小三滚出去！我一条条看着评论，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有些人拿起了键盘，就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神。还有，那蓝宝石项链是我爸爸从拍卖会上拍下的，世间独一无二，有市无价，他们竟然就拿几万块估量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键盘侠。我似乎能够猜测到李小玲现在那得意的表情，她就是要让舆论声音压倒我，逼迫我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看究竟谁才能笑到最后。我简单收拾了一番，走进了教室。顷刻间，
原本人声鼎沸的班级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眼中都带着几分异样的眼光看向我，有鄙夷，有惊讶，有疑惑，甚至还有愤恨。我自然不会理睬，自顾自地坐在季英雪的身边。周周，那个李小玲竟然颠倒黑白，你打算怎么做啊？正当我打算开口，张大山与李小玲手挽着手从门外走了进来。李小玲在看到我的一瞬间，露出了一抹胜利者的笑容，还特意走到我的面前。我清晰地看到李小玲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崭新的手镯，是某大牌的最新款。她得意地冲着我晃了晃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：“这可是大山哥新送给我的。周周，我也知道你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种事情，你若是能够将项链还给我，我一定会原谅你的。”一边的张大山也一脸虚伪地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抢了别人的东西是犯法的，你可不要糊涂啊！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们不会过多计较的。”他这一席话可以说是在众人面前承认了是我抢了他的项链，也间接承认了李小玲在表白墙上对我的指控。季英雪在我身边气得差点爆炸，若不是我拦住，恐怕就要上去咬这对狗男女了。我看着这对狗男女在我面前装深情的样子，忍不住差点吐出来。抢东西犯法，那偷东西就不犯法了吗？我缓缓地抬起头，眼睛直直地看向张大山。他或许是被我的目光看得有些心虚，眼神有些闪躲。李小玲不依不饶，大着嗓门：“周周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那项链价值不菲，是大山哥的母亲的传家宝，你还是还给我们吧。不然怎样？”我冷冷一笑，侧目看向他，真是好笑。我18岁的生日礼物，何时成了张大山家的传家宝了？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李小玲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大声道：“对，报警，绝对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”没错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抢了别人的东西还如此大言不惭的人。小偷、强盗。顿时教室内的其他人纷纷开口附和，似乎我犯了什么大错一般，一个个的目光仿佛要将我撕碎一样。看吧，人性就是这么扭曲，他们真的无聊，无聊到是非不分，妄想着以口水淹死一个人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门外传来了一道严厉的声音，是我们的教授余生，他眼中盛着些许的怒意，站在了讲台上。其他同学见状，纷纷安静下来。张大山与李小玲也连忙在我身后找个空位坐下。我抬头望向他，只见余生推了推银框眼镜，同样的看向我。他比我大了7岁，是我哥哥的死党，与我从小认识，可以说我是他一手带大的。不知为何，我从他今日的目光中貌似察觉到几分不一样的意味。他清了清嗓子：“学校不是社会，有些同学不要妄想着把那些腌菜手段带到课堂上来。”说着，他目光看向了我身后的2人。这位同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似乎你不是这个班的学生，请你出去。李小玲开口想要解释，被他一句话对了回来：“如果你也想出去的话，我也不介意我的课堂上少一个人。”余生虽是笑着，但目光中却透露出几分冷意。张大山有些尴尬，但依旧起身走了出去。路过我的时候，还给了我一个怜悯的目光。课堂上，季英雪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，小声道：“我怎么觉得于老师今天好像专门为你出气呢？你看，他这节课为难的那几个，可都是刚刚起哄骂你的人啊。”说着，他还朝我眨眨眼睛。刚一下课，我就接到了导员的电话，要我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导员与李小玲关系不一般，
恐怕这次叫我去，绝对没安好心。一进门，我就看到张大山和李小玲同样也在那里。见我来了，导员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对我大声道：“周周，你快点将东西还回去，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发生过。”我在心底冷笑一声，面上一脸疑惑：“什么东西？你别装傻，就是那条项链。”李小玲指着我的鼻子，声音尖锐：“我说了，那条项链是我的。”此话一出，导员阴阳怪气地笑了一声：“呵呵，你的？你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，配有那么好的项链吗？你最好识相点。张大山现在可是考上了教育局，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。”我也不理会他，从包里拿出那条项链，定定地看着张大山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再问你一遍，那项链真的是你的吗？”他没想到我会是如此态度，眼中闪过一丝慌张，但很快便消失了。自然是我的，那是我家里的传家之宝。我看着他那副死鸭子嘴硬的样子，心中对他最后那丝感情都消失了，眼中只剩下冷漠与疏离。呵呵，张大山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你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是谁收留你的？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。李小玲见状，像一只狗一样跳上来乱吠：“你别转移话题，快把项链还给我们！”我讽刺一笑，看着这间屋子里的三人，只觉得世上的傻波太多，不愿与他们废话，转身直接走了出去。屋内，导员似乎没有料到我会是这种态度，粗犷的嗓音传了出来：“让他走，这件事情我要上报学院，一定要将他开除。”刚一走出大门，迎面就看到了余生，风尘仆仆地走了过来。他一见到我，就开口询问：“你怎么样了？网上的事情，二哥哥，这种事情还能难得到我吗？放心好了，我周周怎么可能会是任他们拿捏的软柿子？”我明媚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那就好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我和你哥哥，一定不能一个人硬扛着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在心中盘算了一番，告别了余生，走出了校门。“喂，帮我找个搬家公司到荣西华苑张大山的公寓。”“哦，不是我的公寓内。”我熟络地输入了密码，指挥着搬家公司开始忙碌起来。这个张大山真以为自己一招龙在天，就拿我当反土脚下泥了？家里没有镜子，还没有尿吗？就凭他那点本事，就算真的上岸了，公务员又如何？这里的房价是他工作几辈子也望尘莫及的。再者说了，不过刚刚过了笔试，后面还有面试、政审、体检等着他，能不能真正入职还未可知。狗东西，住着我的房子，偷了我的东西，还反咬主人一口，是不是我不发火就把我当傻子啊？我气定神闲地坐在沙发上，轻呷了一口茶，心情顿时好了几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搬我们家的东西？门外是张大山的母亲郭玉梅的尖叫声。只见下一刻，她提着一大袋子的瓜果蔬菜闯了进来，站在我的面前，趾高气昂地指着我的鼻子：“小畜生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来我家放肆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可是公务员，我要让他把你们都抓进监狱里，别搬这个，都是我的。”看着他那粗鄙的样子，我心中再一次唾骂自己的恋爱脑。郭玉梅拦不住那些彪形大汉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始在屋里打滚，还将电话打给了张大山：“儿子啊，你那个不要脸的前女友带人来家里搬东西了。”不出5分钟，张大山就风风火火地从电梯走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李小玲。此时的张大山满脸都是兴师问罪：“周周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
我不耐烦地抬了抬眼皮，露出一个完美的微笑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房子，请你和你的家人滚出去。臭不要脸！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，我还说整个 S 市都是我家的呢。郭玉梅继续发挥她的泼妇骂街水平，我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她的口水在空中画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李小玲也在一边煽风点火：阿姨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个周周嫉妒我与大山感情好，还抢走了你送给我的项链。说罢，他还不忘冲着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目光：小贱蹄子，快把我的蓝宝石还给我，不然我就让大山给你抓进去。郭玉梅一边说着，一边挥舞的双手就要向我的方向扑过来。我微微挑了挑眉头，身体灵活地向侧方一转，他手里一个扑空，狠狠地捧在了旁边的茶几上。哎呦，我的老腰啊！郭玉梅倒在地上，疼得直打滚，忍不住大呼小叫的撒泼。张大山见状也立马急了，一下子冲了上去：妈，你怎么样？周周，你竟然敢跟我妈动手，太过分了！卧槽！他眉毛下面的2个窟窿眼是出气的吗？天地良心啊！我刚才可是半点没有动手。我冷冷地白了他一眼：张大山，眼瞎就去医院，我要你们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的房子！郭玉梅的声音叫得更大声了：快来看啊，这里有个毒妇，不仅抢走我的项链，要抢我们的房子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一阵哭天喊地后，一个个邻居开始在走廊八卦的围观。郭玉梅一看更来劲了，死命地哭喊着，似乎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以前受过她不少气，如今见她这个样子，心中更是一阵烦闷，冲着旁边搬家公司的人挥挥手道：李哥，快点将他们的东西打包扔出去，还有这3个人也一起给我扔出去。好嘞，李哥也是一个爽快人，收了我一大笔小费，干活自然也是格外有力。张大山不甘心，挣扎着冲到我的面前，怒斥道：周周，这是我租的房子，你凭什么把我们赶出去？我看着眼前令人作呕的面孔，从包里一把甩出一个大本子，扔在了他的脸。不动产。他呢喃自语，随后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这个房子是你的，不然呢？别忘了，就连房租都是我当初替你们垫付的。随后，张大山整个人像是魂飞走了一样，被李哥他的兄弟们拖了出去。门外，郭玉梅还在不断地叫嚣：贱人，还我的宝石项链，还我的大房子，还我的珠宝首饰。他不提这茬还好，一提起来，我也是满肚子的窝火。对了，李哥，再帮我搜搜他们包里有没有贵重物品，那些可都是我的私有物，绝对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好嘞，周小姐，我们做事你放心。随后，我看着呆愣愣的李小玲，露出了一抹笑容。还有，那蓝宝石项链的划痕是你弄的吧？不，不是我没有。说罢，他像一只受了惊的老鼠，仓皇失措地逃进了电梯里，只剩下张大山和郭玉梅2人，狼狈地将走廊的包袱拾走，六神无主地离开。只听见郭玉梅还在不断开口：房间里那么多好东西，我们一个都没带走。待做完这一切，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，整个人顿时感觉神清气爽。此刻学校的表白墙上又有人放出了几组照片，这次里面的主人公依然是我，是我18岁那年的生日宴会，上面恰好有我父亲亲手为我戴上项链的照片，甚至还有细节图的特写，真真正正与李小玲说的那个项链一样，还附有一张鉴定证书和我父亲参加拍卖会的照片。顿时，评论区再一次炸开锅来，
原来周周说的都是真的，那项链原本就是他的，那为何李小玲又说是张大山送给他的礼物？呵呵，懂得都懂。我记得当初张大山可是对周周死缠烂打呢。我看着发布人的信息，越看越眼熟，最后露出了一抹笑容。什么时候我这个二哥哥竟也学会了以暴制暴了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导员因学术不端渎职卸职，收受贿赂被开除了。一连几天，李小玲都没脸再出现在校园里，张大山与郭玉梅也不知去向。不过我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他们。我看着第20天余生送过来的榴莲千层和玫瑰花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貌似、应该、好像、似乎、也许、maybe 在追我。很快我手机里就收到了消息，怎么样，甜吗？我慢慢挖起一勺，放进嘴里细细品尝，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容。甜。一晃1周过去了，某一天我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张大山和李小玲，他们2人正甜甜蜜蜜的手挽手，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周周大小姐吗？李小玲一反前几日的狼狈，脸上容光焕发，从上到下全是清一色的奢侈品。我不愿搭理她，自顾自地推开门走进去，没想到他们2人竟然也尾随我走了进来，与我上了同一部电梯。对了，还没告诉你，大山哥最近已经付了首付，新家就在你的对门，我们以后还是邻居。我看着他得意的样子，不由得挑了挑眉头。这张大山是撞大运了吗？又是高档餐厅，又是奢侈品，又是复式公寓的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他现在应该还是一穷二白啊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呀？电梯门开了，我看着他们走进了对面的公寓，不由得心中带着几分疑惑，还由不得我多想。只见余生推开门，腰上还系着围裙，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样子。回来了，我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快洗手吃饭吧。我摇了摇脑袋，不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屁颠屁颠地跟了进去。很快又是1个月过去了，又到了1年1度的公务员面试时间。我也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，毕竟今天可是余生见家长的大日子。是夜，余生早早准备好一大桌子菜，就等着我哥周围回家吃饭。听到电梯有动静，我立马笑着冲了出去，但很快便拉了个小脸，是张大山和李小玲回来了，真晦气。我正打算回去的时候，李小玲再一次犯贱开口，恭祝大山哥面试顺利，我以后可就抱紧你的大腿了。张大山此刻也有些得意，装作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，轻声道：还没公示，别高兴得太早。他虽是嘴上那样说，但脸上的笑容却是出卖了他。滴，电梯再一次响起，里面走来的是我哥哥周伟。我也不管旁人，直接一下子跳进他的怀中。哥，你可想死我了。周伟宠溺地刮刮我的鼻子，轻声道：小家伙，快带我看看你的新任夫婿。你是周处长？张大山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，随后面色一滞，连忙走上前陪笑道：周处长，久仰您的大名，原来你就是周周的哥哥啊。呵呵，别叫得这么亲呢，我与你可没有半点关系。我冷笑着拉着哥哥的手进屋了。哥，你来了。余生拿着锅铲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只听得一声巨响，我哥哥一个跟呛撞在了鞋柜上，砰！你！余生，竟然是你拱了我妹妹，我要弄死你！次日一早，我哥哥和余生先后出门，独留我一人在家刷剧。突然，门口传来了敲门的声音，我狐疑地开门，
是张大山和郭玉梅。周周，从前是大山被狐狸精勾引，才会做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还请你大人有大量，快给周周道歉。说着，郭玉梅将张大山向前推了推。张大山支支吾吾地开口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话：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就是周处长的妹妹啊？尼玛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暗骂自己没事找气受。门外继续传来张大山的声音：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是爱你的，我一定会再次把你追到手的。而后几日，张大山3天2头在学校表白，送花送礼物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深情好男人。我自然知晓，他不过是看中了我家的钱和权，才如此死缠烂打。不过，他与李小玲的事情当初闹得沸沸扬扬，如今这个样子，倒是让所有人唾弃他。我被烦得焦头烂额。直到有一日，张大山在与我表白的时候，被一群人套上麻袋，就塞进了面包车里。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，忍不住向后退去，撞进了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而后几日都不见张大山的身影，唯有郭玉梅进进出出，脸上带着几分惊恐与不安。很快，公务员录取公示出来了，名单里没有张大山的名字。本以为他是老实本分的大学教授，没想到朋友竟然遍布满天下，各行各业都有。我瞥了一眼公示板，心中并无太多波澜。张大山的结果早已在我预料之中，他的野心和虚荣终究让他失去了这次机会。周周，你看这个。哥哥周围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几分严肃。我接过文件，上面是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，记录了张大山在考公务员期间的各种违规行为，包括行贿、作弊等。这些证据足以让他在未来的几年内都无法再参加公务员考试，这是他自己做的孽，怨不得别人。我淡淡地说道，心中并无太多波澜。对于张大山，我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愤怒和失望，只剩下一种深深的无奈。不过，这次的事情也给我们提了个醒，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。哥哥深沉地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心中明白哥哥的担忧。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，但是我相信假的终究是假的，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的。几天后，我听说张大山被学校开除了，李小玲也离开了他。他原本拥有的一切都因为他的贪婪和虚荣而化为乌有，而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余生对我非常好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我开始慢慢地接受他，也开始慢慢地忘记张大山带给我的伤害。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。渐渐的，张大山这个名字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也开始了新的恋情。某一天，当我和余生在公园里散步时，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曾经对我信誓旦旦说爱我的男人。但是当我抬头看向身边的余生时，我心中只剩下满满的幸福和感激。1年后，我和余生结婚了。婚礼上，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看着余生那深情的眼眸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。而张大山已经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他的存在只是提醒我要珍惜眼前人。婚后，我和余生的生活非常幸福，我们一起经营着一家小公司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却充满了我们的心血和希望。我们也经常一起旅行、看电影、做饭，享受着2人世界的甜蜜与温馨。某天晚上，在看完一场电影回家的路上，
我突然提到了张大山，你还记得张大山吗？余生笑了笑，怎么突然提到他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。我淡淡的说道，都过去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。余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道。我看着他那深情的眼眸笑了笑，我知道，是的，都过去了。张大山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而已，他带给我的伤害和背叛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，我的丈夫余生。我们会一起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，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